欢迎来到星星频道，请点击订阅并关注，获取最新资讯。宋威龙惜别野狗骨头，很幸运能遇到一群同样热爱这个角色的人。我更看重这种告别，它不是把话说满，而是把一个角色和一段夏天绑在一起，再轻轻放下。7月25日，野狗骨头走到收尾，宋威龙也在这一天发生。顺手把时间拽回到1年前的同一天，那时他还在惠州拍戏，如今剧播完了，累计有效播放已经冲过7亿，数字很亮，但真正扎眼的是他把陈毅这个人说成了一道沉甸甸的命题。他在告别里写得很直接，我很幸运遇到一群和我一样爱这个故事、爱陈毅的人，因为爱，所以愿意支持和鼓励。这句话的分量不在于漂亮，而在于他把角色、观众和争议一起装进去了。对很多演员来说，杀青或收官时说感谢就够了。他不一样，他把成为陈毅说成一件让自己得到力量的事。这说明他不是简单完成了一个任务，而是真的被这个人物反过来塑了形。陈毅之所以难，不是因为他好看与否，而是因为他身上的生活痕迹太重。这个人物没有轻飘飘的青春感，他从很早就被迫扛事，后来又一路被现实往下压，身边还站着一个苗静。两个人的关系早就不是一句谈恋爱能说清的。一个人在你里，一个人在书里。陈毅拿打工的钱供他读书，他在出租屋里做饭洗衣。这种牵扯感决定了他不是偶像模板，而是带着命运重量的人。宋威龙显然是顺着这个逻辑去做人物的。他把陈毅拆成前后2个阶段来看。早一点的陈毅身上还留着松劲儿，到了后面，人被生活磨久了，动作、步子、睡姿都会跟着变。前者可以轻一点，后者就得往下沉。这个处理很聪明，因为他把经历直接写进了身体里，观众哪怕不看台词，也能从走路和停下来的方式里知道这个人已经变过一次了。造型也是同一套思路，剧里那身墨旧的 T 恤、灰扑扑的脸，后来加上的胡茬，都不是为了好看，而是为了让人物站得住。有人会习惯性的把年轻演员和精致感绑在一起，但陈毅恰恰不能太干净。太干净就不像在底层讨生活的人，太利落也撑不起那种被日子搓磨过的状态。宋威龙主动往粗粝里靠，这一步其实很冒险，但也正因为这样，角色才没有被包装感冲散。播出后的反馈也证明，这种处理不是白费。7月5日开播后，湖南卫视的收视从4%抬到6%，豆瓣开分也超过了7。对于一部现偶来说，这已经说明它不只是能看，而是能把人留住。更关键的是，讨论没有停在数据上，反而一路往角色身上走。有人盯着结尾，有人盯着画面偏暗的气质，还有人就卡在宋威龙到底有没有演出那股野劲儿。能引发这种分叉，恰恰说明陈毅不是一眼过去就忘的那类人物。争议最大的还是结尾。原著给的是开放走向，陈毅在追查纵火案后彻底消失。书粉会把这当成野狗不该被驯服的底色，剧版却换成了更完整的海边婚礼，直接把故事推到了 HE。于是两边都不肯让步，一边觉得核心气质被改了，一边觉得终于等到一个能落地的结果。可不管站哪边，大家其实都承认一件事，这个角色已经被看见，而且被认真对待了。我反而觉得这部剧最有意思的地方，不是他改没改原来的终点，而是他把同一个人拆成了2个版本来讨论。一个版本属于文字里的陈毅，锋利、失踪，带着不归路的味道；另一个版本属于镜头里的陈毅，穿上西装，站到海边，完成了情感上的收束。2种结局没有谁天然更高明，
但他们会把同一个人物推向不同的解释空间，这才是改编真正会碰到的难点。宋威龙说自己是和一群爱这个故事、爱陈毅的人一起完成它的。我理解他为什么用共创这个词。剧播出去以后，人物不再只属于剧本，观众的争论、二创、安利和反驳都会把它继续往前推，角色因此变得更厚，也更难被一句话盖住。你会发现，真正让一个人物留下来的，往往不是所有人都点头，而是所有人都愿意继续吵。所以这次告别，表面上是宋威龙和野狗骨头说再见，实际上是他和陈毅一起把自己交给了观众。7亿播放量只是结果，真正重要的是，这个角色已经在一轮轮讨论里长出了新的边界。接下来留下的问题也很直接，当一个角色被改写、被争论、被反复放大之后，他到底还只属于纸面上的那个人，还是也属于演过他的人，甚至属于所有看过他的人？